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会分成2部分，前面会有3个，就是我们今天发生的几个消息啊，重要的新闻啊。后面一个是我们今天准备说的专题，就是中国制造之变啊，讲中国制造业啊，我们已经很久没讲这种专题性的话题啊，那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下，我们今天讲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对中国非常的重要，中国经济之本就是中国制造，我们今天讲讲中国制造的情况。那么先说第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拜登总统的气候峰会啊，今天是世界地球日，也是拜登总统啊举行这个气候峰会，上午8点钟啊准时召开。那么拜登总统邀请了40位国家领导人参加这次视频峰会。那么其他我不说，我只说习近平。习近平发表讲话啊，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他宣布中国这个碳达峰的目标啊，就是2030年实现这个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政策啊，也是中国的这个绿色气候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承诺啊，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一个啊。然后他是说啊，他说了几个，一个是中国承诺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用的时间啊，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啊。中国一到这个时候就变成发展中国家，中国一讲这个大国崛起啊，中国就已经是宇宙第一了啊。然后这个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正在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期间严控煤炭消费增长，“15·5”期间逐步减少。此外，中国已经决定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控管还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然后就基本上中方今年将承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那么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共同坚持共有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要有区别啊。那么意思就是我别背那么多啊。中国是全世界碳排放最大的一个国家，中国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30%然后所以他说要有一个有区别的责任。然后就发展中国家面临抗击疫情、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重挑战，我们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照顾其特殊的困难和关切大概就是这样。这次习近平的讲话呢，我看了一遍基本上相对低调，没有太口气没那么大，然后就各位同事叫各位同事这是一个在这个场合呢，中国是在营造一个形象这是个形象工程。习近平的讲话就是一个形象工程的一个最重要的努力那么大致为什么？因为战狼外交战狼外交名声狼藉大概是这样，我们就简单的报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英国议会。英国下议院4月22号通过由保守派议员提出的一项动议，认定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犯下了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那么英国下议院上一次做出种族灭绝的认定是在2016年当时议员投票将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针对
叙利亚北部少数民族的行动，认定为种族灭绝啊，那么都是一致通过，这次也是一致通过。那么今年1月份，川普政府在任期结束前，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为定义为种族灭绝，然后拜登政府支持这个定性啊。那么4月21号，就是昨天，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行为。那么目前是加拿大和荷兰议会已经通过了。中国认定中国在新疆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啊，但是约翰逊政府就避免把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宣布为种族灭绝啊。他们说，任何种族灭绝的决定由法庭作出啊。那么英国外交大臣拉布2月22号谴责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采取的酷刑、强迫劳动和绝育，称这些行为正在以工业化规模发生啊。那么大概是这样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旨在打击反亚裔仇恨犯罪的立法，这个立法叫什么？今天4月22号通过了新冠仇恨犯罪法案 COVID-19 Hate Crime Act。那么主要是应对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数量激增的状况。按照参议院的版本，这份新冠仇恨犯罪法案将授权司法部任命一名官员，加快对仇恨犯罪报告的调查，帮助地方和州执法机构应对仇恨犯罪。比如发布指导方针，建立一个多语言在线仇恨犯罪的举报系统，建立仇恨犯罪数据库，帮助地方机构开展预防和报告仇恨犯罪的公共教育运动，为各个州提供拨款，开设仇恨犯罪举报热线等等。这项法案的发起人是夏威夷民主党参议员广野庆子那么他说他在投票之前说，通过这项法案，我们将向亚太裔社区发出团结一致的有力信息。当反亚裔暴力在我们国家激增的时候，参议院不会袖手旁观那么有人权组织停止亚太裔仇恨 Stop AAAPI Hate 这个组织的数据。去年3月以来，他们在全国收到了3800份针对亚裔仇恨事件的报告，而且在此之前每年只有100起左右，你看变成了3800。今年前2个月就有987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报告。那么这个法案在参议院得到了跨党派的支持，94票对1票，压倒性的通过谁反对？猜一下 ，Josh Hawley，密苏里共和党参议员 Josh Hawley 那么这个法案已经提交给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那么这个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就会交给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拜登总统在此之前已经对这个立法表示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对我们在美国的亚裔的人来说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法律好，那我们这个就讲完。我们今天讲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是中国制造之变中国制造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中国经济之本就是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制造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但是中国制造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系统性的风险，包括它其实是在两个大的系统当中，一个大的系统是全球的产业链，这是个大的系统。
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中美关系啊，中美的经贸关系。另外一个系统是国内这个系统啊，国内这个系统，它的资金、人财物之间的循环啊。那么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被它的成本不断的削弱啊。那么从2012年到2018年啊，那么中国劳动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有劳动人口的数量，连续7年不断的下跌啊，7年间减少了多少？减少了2600万人。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跌。2018年，从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期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就是人口在下降，农民工不去制造业了啊，呈明显下降趋势。那么最近几年啊，工厂的工人流向第三产业，主要是什么呢？快递、外卖，还有什么？还有直播啊，变成我的同行啊。其实这是好事啊。2019年，快递从业员突破1000万快递啊，外卖员突破700万啊。那么去年疫情，网络配送啊，直播电商扩张，加剧了劳动力的迁移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冰山一角啊。中国制造业的面临真正的挑战，就是它在一个我刚才讲，它在这个庞大的宏大的系统当中，那么有几个，主要是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啊，那么和第三产业相比啊，制造业在工资、工作环境啊，它的竞争力肯定是不行的。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面对工厂里面的枯燥的工作环节，然后严酷的工作环境，非常严厉的工作纪律啊等等，他不愿意面对这些，那他开始就离开工厂，去第三产业。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收入啊。那么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的监测报告，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平台的这个农民工的平均收入4667啊，那么从事这个制造业平均收入是3958啊，那明显差别还是蛮大的。那么50岁以上的农民工在制造业里面的比重快速提升，50岁以上啊，2008年是11%，2017年是20%，2019年是25%啊，所以年龄越来越大了啊，大概就是这样。那去年下半年，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工厂，这些特别是外贸的工厂，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你不提高工资呢，你就招不到工人。但如果你提高工资去招工人呢，招得到工人，但是你就没有利润，那怎么办？接不接？不接呢，客户跑了；接呢，没钱挣，白干。最后通常还是接啊，通常还是接。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原材料跟运输成本的暴涨啊。那么2020年中国大宗商品 CCPI 的指数从4月份的113点涨到了12月份的158点，涨幅是8%，全年涨幅是8.2%啊。那么其中矿产类的原材料涨幅44%，铜下半年累计涨了23%。国际油价在今年3月份已经恢复到60美元一桶。那么原材料的采购成本和这个运输成本
中国制造业的人工、原材料、运输三大成本都在上升。那么，但是呢，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偏低啊，它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消化这个成本。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是多少？2.6%啊，这是工信部给出的，所以它就没办法，消化这个成本。那美国的情况是什么呢？美国的情况是3月份美国的 CPI 是2.6%啊，那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影响之后，核心 CPI 是涨了1.6%，PPI 达到4.2%，那么也就是说，2011年以来最大的涨幅。那在它的情况是什么呢？它是相对平缓。那美联储宽松货币，结果是什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大宗价格上涨，最后传导到哪里？传导到消费品，消费品价格就全面上涨。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就是物价会从上游一直传导到终端，终端呢就涨价啊。中国的情况正好反过来，上游的大宗产品价格猛涨啊，那么3月份 PPI 是4.4啊，价格猛涨 ，CPI 不涨，CPI 只有0.4%，为什么？美国企业最终它会提高终端的售价，因为它上游原材料的成本上升了，它就销售价格就上升，销售价格上升，美国老百姓觉得买，但是中国的情况正好反过来，中国家庭消费能力弱，那么企业怎么办呢？如果企业把终端价格提起来的时候，消费需求就下降，销量就下降，销量一下降怎么办？只好把价格降下来。所以最终中国的价格涨不起来。那么当然有一些弹性比较小的价格就是不管多少钱你都在买的东西它就会涨，比如说粮食价格它就会涨啊。那么这就是中间的差距。中美两个国家的市场的情况就不一样。那中国的这个市场呢，就有一个什么差 ？CPI 跟 PPI 之间的有个剪刀差，这个剪刀差就减掉了什么？减掉了中国企业的利润，甚至是亏损。那么有一些企业，有些制造业，它扛不住，它中间本来它的 margin， 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就很小，那你中间成本一上升，终端的价格又不涨，它怎么办？它就没得做，它就倒闭啊。那么中国的企业就会有一些没办法消化这种这个成本压力的制造业就会倒闭啊，倒闭。那么除了制造业以外，那么运输啊，物流运输也有成本的压力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驾驶员不足，就是开拖头、开这种货车的这个驾驶员不足，因为这个驾驶员他有技术，他有门槛，3年，就是驾照升级平均需要3年，然后工作强度大啊，风险系数又高，年轻人不愿意干，现在主要是什么？现在开货柜车、开这种拖头的这个司机，70后为主，年龄都偏大。那现在珠三角的这个货车司机的月薪都在1万以上啊，所以招工还很困难。那么驾驶员的这个工资上涨，运输费就上涨啊，就现在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就两头挤压，上游大宗这个市场通胀，下游消费市场通缩，中间物流这个成本上升啊，然后它这个终端的价格又不能上涨，最后导致什么？导致它的挤压中国制造业的生存空间，这是一头。但是如果美国的价格可以上涨，对一些出口企业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它可以转嫁成本，转嫁到出口价格上面，但是它又不能够
它又不能够转嫁太多，转嫁太多的话，它价格往上走的话，这订单会跑到其他地方去，它也不能加太多啊。所以，嗯，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制造呢，如果需要往前走，就是说现有的情况，如果它的成本优势不再具有成本优势，然后它的成本不断的上升的时候，它该怎么办？它可能只能是通过提高它的技术创新，提高它的技术含量，提高它在产业中的位置，产业链当中的这个更高的附加值的位置才行。但是这件事情讲了很多年啊，至少我当记者就开始讲，讲了很多年，但是都没有发生，一直就没有发生。为什么？为什么？原因是有几个啊。第一个原因是钱不往制造业去啊，钱不往制造业去，钱都去哪里了呢？啊，中国的钱要么去了房地产啊，要么去了这个基础设施啊，政府拿着去搞基建，要么就私人就拿着去炒房地产，然后还有一个产业政策就让他去高科技，制造业没，这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啊，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朝着更高的这个产业链的方向发展呢？有一个例子很突出，什么突出？就是叫什么叫什么什么那个单车叫什么来着啊？摩拜单车，摩拜共享单车，摩拜单车它在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他觉得现在市场上的单车的这个不行，不行啊，不行，他自己设计了个单车，他设计个单车，觉得这单车好，又皮实又简单，然后又好看，他觉得好看又简单，然后又皮实，他拿着去找的工厂帮着做，工厂说不做，他说我这持续要的话行，给你几千块啊，这么贵，我这几百块钱预算不行，做不了。最后摩拜最后怎么办？摩拜最后自己做，自己开工厂，最后摩拜是自己开工厂建的单车。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情况是什么？你拿一个新的产品啊，去找工厂做，去珠三角也好，去长三角也好，得到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什么？做不了，通常是做不了啊。第二句话是可以做，但是很贵，哈哈，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最后一句话，量大我才做啊。为什么？说明什么？说明呢，这个技术创新啊，中国的这个产业，中国的这种产业，制造业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制造业的特征就是规模经济啊。那么，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产业链当中居于中间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它的这个位置是怎么形成的呢？大家知道，中国制造它要获得市场的竞争力，靠的是什么？靠两样东西。第一个高品质，第二个低价格。就是你在这个中国的制造呢，要获得这么多的订单啊，你要获得这么多订单，要获得这么大量的订单，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高品质，一个是这个低价格。这个高品质低价格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就在一个情况下会发生，就是量大。量大，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所有的规格是一致的，持续的规格。你比如说，我做一个零件，做个零件啊，比如说做一个自行车的铃铛吧，我们就说自行车的铃铛。你做自行车的铃铛，那你又要品质很好，价格又要非常的便宜，
那必须维持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一次性要生产很多很多，我大量的购进原材料，然后大规模的生产，以一个生产线的流程来生产，这样成本就可以很低。还有一个什么，规格得一样，你不能今天变一件，因为每次开模是要很多代价的，开模就是开一个新的模具是有很高的成本，而且可能会失败的。所以规格必须一致。规格一致意味着什么？你今天扁的，明天圆的肯定不行，那你得一直都是圆的，要么一直都是扁的。这是什么？这是谁定的？这件事情是谁定？这件事不是工厂定，是行业定下来，行业就是这么定。而这个行业是谁？最早定下这个行业规格的是谁？全是大厂、大牌子，比如说苹果。苹果做手机，它有个什么？有个镜头，这个镜头它要做，它一做量非常的大。好，我定出一个这样的标准规格，大家都跟这个规格。为什么？只要你跟它的规格，价格就很便宜。那等于是什么？等于苹果作为一个品牌，它在制定这个规格标准，大家跟着这个标准走，都可以很便宜。那么我呢，我是个工厂呢，我就跟着这个规格走，我一做100万个，我就很便宜。这就可以实现什么呢？质量很高，价格很便宜，达到这个标准。中国的企业才能在产业链当中聚到这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理解吗？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是的，这里面是有道理啊，有原因的。不是说中国企业不愿意往上发展，是愿意往上发展，它没有条件发展，因为它的厂子已经设计成这个，它的这个厂子的整个平台已经设计成了，已经是这个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我这个厂子1500人，4条生产线，这4条生产线怎么来怎么去，原材料怎么进来，产品怎么出去，甚至是包装包材哪个厂子帮我做，辅料谁来帮我做，原材料从哪几个工厂来，甚至是10个工厂来，甚至20个工厂来，都是既定的。然后中间有人在这调动，它整个运作是成熟的、可靠的。然后当它需要赶工的时候，大家全部都在加班，通宵加班，持续的运转，确保这件事情发生，不出遗漏。那他完成这个订单，他下次还能接到订单，那他就能挣钱。如果不是这样，他就挣不了钱。你今天拿一个奇装异服来跑来跟我讲，说我要一个这样的，原来的规格是3毫米，你突然跑到跟我讲要5毫米的长，跟它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我要开模可以啊，天价，对你来说完全不成立。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它可以往上发展吗？可以，需要投入啊，谁投？没有钱。所以中国的制造是靠2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国际大牌，国际大牌制定什么？他们制定技术标准，这是第一个啊，国际大牌。第二个，大型外资厂，国际大牌，当然苹果是国际大牌，小米也是国际大牌，其实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全是找这些外资大厂，外资大厂，比如说富士康，这大厂围绕着富士康有几百家、上千家中小企业帮他做配件，他出标准，他出标准，他出规格，这些小厂跟着他的规格走，他才能够实现什么？它才实现低价格、高品质，这就是一个生态。其实制造业也是个生态，所有的中国的工厂都在这个生态当中找到它自己的位置，那么日本，其实我们有一个案例是什么？就是日本，
日本当年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日本原来制造业非常牛，把美国干翻。日本把美国干翻之后呢，那么日本后来中国的制造业就起来了。中国制造业起来以后，日本就夹在中间，很难过。为什么？因为前面的美国把这个制造业淘汰掉，去干什么？干高科技，把山顶给占了，美国就站到山顶上去了。那么日本呢，就舒舒服服，本来在这山中间、山腰，中国制造业起来就往上拱，一拱呢，就把日本的这个制造业的空间给占了。所以日本你看白家电一个一个倒掉啊，白家电倒掉，然后一个个黑家电也一个个倒掉，全部都变成中国企业了。为什么？中国在制造业这方面就开始往上跑。日本怎么办？日本日本的境况比现在中国还要惨，当时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它有个顶是谁？顶是美国，后面又被中国挤压，它在中间压在中间，空间越来越小。结果日本找到一条新的路，日本找到什么路呢？他让自己开放，打开我就不干了。中国能干的事情我全部都不干，我干什么？干中国干不了，干什么呢？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这个像索尼，索尼做手机不行，亏得要死，怎么办？我就做手机的配件，做什么配件？手机镜头，这都索尼做的，它就变成这样了。日本就开始开放啊，像这个什么，像这个你看哈，日立它开始做什么？做电池啊，它就开放，把这个整个的产业全部开放掉啊。索尼就集中做镜头，松下就做什么？做电池，然后这个还有什么？你比如说像台湾也是这样，台湾的电子厂就做代工，他就找到什么呢？找到一个不做完整的产业链，我只做产业链其中的一个关键的部分，而且这个部分需要更高的技术，它其实在技术产业链当中，它的这个技术含量就更高，跑上去了。那么中国的制造业能不能做呢？中国的制造业很难做，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往这个方向发展需要3件事情。第一个，你要面临风险啊，这是第一个，风险非常的大。你想一下，1500人的工厂，你要转型，非常困难，需要什么呢？需要很多的投入。第一，面临风险；第二，有巨大的投入啊，巨大投入；第三，还有环境，还有条件。环境讲的是什么？环境讲的是产业环境，条件你要有人才，你要有技术储备等等，你这些都不具备，你很难转啊。那么从2012年开始，201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什么转折点？2012年，中国个人贷款正式超过了制造业的贷款，中国银行放给这个房地产的钱开始超过了制造业啊。那么从2008年到2017年，中国4大银行，大家知道4大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这个建设银行、农业银行，4大银行累计的放贷是多少呢？252万亿啊，从2008年到2017年啊。那么其中制造业的贷款49万亿，大数你就说个50万亿吧啊，50万亿制造业10年50万亿，占整个的比重19%。那么个人住房贷款就是按揭贷款多少呢？68万亿，69万亿啊，69占多少？占27%。那制造业占19%，个人贷款、住房贷款27%。如果再加上房企的贷款，就是这些银行给房企的贷款，总额达到多少呢？88亿，88万亿，占多少
34%。什么意思？炒房子太好赚，钱都往哪里跑？钱都往房子那里跑。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工厂的老板辛辛苦苦干了10年，不如太太这2年炒房挣的钱多啊。那么所以很多制造业的工厂的老板就选择干什么？选择去炒房，把厂子卖掉，甚至有人把厂子卖掉，直接拿着卖厂的钱去炒房。那么大量的资金就不在制造业里面投入了，就跑到房地产里面去啊。那就算是制造业里面的情况，也是冰火两重天啊。什么冰火两重天？火在哪？火在国企，冰是哪里？私人啊，私人制造业，国有企业拿到大量的资金啊，国有企业拿到很多的钱，但是私人企业拿不到钱啊。拿不到钱的原因是什么？拿不到钱的原因，当然国有企业都是垄断企业，他拿到很多钱啊。那私营企业怎么办？私营企业面临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拿不到信贷资金啊，这是一块啊。另外一块呢，他在很多的上游的产业他进不去，特别是基础产业他进不去啊。比如说航空航天啊，核电核能啊，什么油炭呐、煤炭呐、钻井啊。这个通讯网络它都进不去，全部都进不去，基础设施全部都进不去。那他怎么办呢？他只能往哪儿跑？他只能往终端消费跑，衣食住行。他所有的他没办法建立一个纵向的产业链，他是在终端市场横着走，这个横着走啊。那同时他又获不到资金，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在中国的私营企业，特别是在制造业的私营企业，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产业链上的扩展，它只能纵向扩展，这只能在终端扩展啊。那于是你可以看到，看到的结果是什么？你就看到的结果就是，可以发展的部分就是私人的制造业部门，它很活跃，它有创造力，它有需求，它拿不到钱，而拿到钱的全是国企。国企呢，它不活跃，它不以挣钱为目的，然后它的效率很低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问题在哪里？问题在银行。为什么？因为银行是国有，银行国有它的风险偏好是什么？它的风险偏好就是选择风险最小的，然后他认为最可靠，他的评价体系当然是政府，政府是所有的安全保障。那么以政府为参照系，他把所有的资金全跑到国企来去啊。那么这是一头啊，于是呢，中国就控制了3个东西。第一个啊，一个是资本管制啊，资本管制我们讲的是外汇管制，一个是固定汇率，一个是资本管制，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货币政策。这就叫什么？叫孟戴尔不可能三角啊。孟戴尔不可能三角就是你要控制汇率，又要控制这个资本，然后你才能够保留你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啊。那如果是结果的，它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循环。这个新的循环是什么呢？啊，我们讲一个我们之前讲过的故事，就是人民银行是怎么发行货币的。人民银行发行货币，我们讲一个中国的基本的情况是什么呢？啊，制造业啊，从制造业开始，制造业出口商品，出口商品之后呢，收到的是什么？收到的是外汇啊。外汇中国是实现受汇制。什么叫受汇制？你不能够持有外汇
你要把外汇在一段时间之内把外汇卖给银行啊，你不能够自己乱卖，你就必须把它卖给银行，这叫受贿制啊。那么卖给银行，然后你再去采购原材料，再来生产，再出口，这就形成一个循环。那么银行收到了很多的外汇啊，那么中国的外汇体制，银行呢，比如说你可以持有10%的资产，外汇资产，那我是100块钱，我的资产是100块钱，那我持有15%的外汇资产，也就是15块钱是外汇。那么15块钱是外汇，等我收多了外汇的时候，我不就超过了15%吗？那我就按照规定，我就要在外汇市场把多的外汇怎么样卖出去，就等于这差不多就等于这个外贸这个工厂出口获得的外汇在外汇市场卖掉，外汇市场不就是外汇多了吗？外汇多了怎么办？人民银行就出面，这个时候所以人民银行是在外汇市场上活动的，他就把市场上多余的外汇买掉花出去的是什么？人民币。人民银行是人民币的发行机构，所以他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所以人民银行就在外汇市场把人民币发行出去了。发行出去之后，他不就把美元拿到手里了吗？就外汇拿到手里，那不行啊，那你怎么办呢？那你不能够把外汇放在中国，你得放在外国，最好获得回报。那怎么办？人民银行手上就变成了有一堆的外汇储备了。外汇储备怎么办？外汇储备我就跑到美国去买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一买，钱就流进了美国市场，美国就拿着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就跑到中国来下单买什么？买中国制造的货品，理解吗？当美国不断的在中国下订单买中国制造的时候，发现订单越来越多，我这工厂做不下了，那怎么办？我就投资扩厂，把这个生产线1条生产线变成2条生产线，2条生产线变成5条生产线，我就投资扩厂。扩厂呢，最后我又增加出口。美国这出口之后呢，我又获得外汇呢，人民银行呢又发行人民币，又去买外汇。你看见没有？这2个循环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是什么？一个循环就是人民银行不断的在发行货币，中国出口越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发行的人民币就越多，人民币多了以后，钱跑到哪里去？钱就跑到钱不就跑到这个跑到最容易挣钱的地方是哪里？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一起来，进入私人企业的资金反而少了。为什么？因为比较效益之下，在比较效益之下，我干嘛去辛苦巴拉的去开工厂？我炒房多好。结果是什么？在这个循环之下，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越多，通货膨胀越厉害。通货膨胀，当物价起不来的时候，钱往哪里走？钱往房价上走。就是说，出口越好，房价越高。当然它不是这个因果关系，但是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房价越高。房价越高，越导致什么呢？制造业通缩。什么叫制造业通缩？制造业投入越少，因为不愿意把钱放到制造业，反而愿意把钱放到哪里？房地产去了，因为这是比较资金总是朝回报率最高的地方走。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循环。另外一个循环是什么？另外一个循环就是中国越出口，美国的钱，中国出口获得的钱都跑到美国去了，因为要买美国的国债，然后买美国的国债，美国就有更多的钱跑到中国来买他们要的商品。结果是什么？中国越出口，中国的顺差就越大，然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越高。中国外汇储备越高，美债买的就越多。看见这是2个循环，一个国内的循环，一个是国外的循环。
这两个循环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这两个循环造成的结果都对制造业产生了挤压。为什么？因为中国出口的越多，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越大，那么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越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就越严重，这就是现在这个局面。那好了，当中国持续的买美债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的增加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就上来，这就是现在的局面。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两件事。第一个，在这两个大的系统当中，第一点最重要的，制造业出口获得的外汇是人民银行发行货币的基础，这是第一个，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啊。第二个，中国的制造业非常依赖跨国公司，对吧？就非常依赖的跨国公司。如果跨国公司跑掉，那么对中国的制造业来说，那是非常冲击非常大啊。这是一个，在这个全球的这个系统当中，那么中国制造面临两个困境是什么？第一个，你要稳住订单，你就不能加价，你就必须保持这个叫什么质优价低的这个状况。但是如果你保持质优价低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你的工人的工资就涨不上去工人的工资涨不上去，你国内需求就上不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国内市场这一块，它价格涨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购买力不足。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工资涨不上去。工资涨不上去，国内需求始终上不来。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你不断的通过出口来带动你的需求带动你的这个经济的动力。但是你这个出口需要大量的资源，你这个资源消耗越大，后果是什么？后果你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就越强，你对内部的这个依赖就越不强。所以中国讲双循环其实不存在，其实中国是非常的外向性。那么这两件事情都不可持续那么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地缘政治风险又来了，中美之间闹翻了中美之间闹翻了，中国制造面临我刚才讲的，一方面面临的成本的压力，另外面临的什么？面临的这个新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地缘政治风险。那么地缘政治风险，那么中国制造面临的风险就开始扩散。第一个面临的风险就是前年开始发生的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可能导致什么后果呢？关税零部件跟不上零部件甚至是不让出口还有就是原材料就是比如说稀土什么的这种这是一个贸易战。第二个，产业链的迁徙，然后美国开始要求美国的企业，你想办法回美国，我给你补贴，很多就是有些大厂就开始走。中美贸易战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台资电池厂的往台湾回台湾，所以产业链迁徙对它原来中国经济中国制造最强大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产业链，甚至中国不叫产业链，中国叫产业集群，就是比如说做这件事情的有100家厂在做，你想想这什么概念？所以它是个产业集群。当产业集群开始慢慢的跑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这个配套厂不见了，为什么？他跟着另外一个大厂他跑掉了。我本来这个人帮我生产支架，结果生产支架这个厂跟着那个大厂跑了，我找不到他，就你的配套就有问题所以产业链迁徙对于制造业来说是个巨大的风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订单的流失。现在疫情之后，很多跨国公司开始意识到，我不能够把所有的鸡蛋全部放在中国制造这里，我得干什么？我得把我的订单全球放一点
墨西哥，再放点去东南亚，再放点再放到中国，虽然成本高一点，安全啊。因为有些跨国公司，你这产业链一出问题，它就直接倒闭了。所以这个问题啊，订单的流失，还有什么产业政策现在是会有问题的，就是竞争的国家它开始推出他们的产业政策，可能直接就把我给淘汰掉，风险就越来越大。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的制造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非常强大啊，非常强大。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超过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霸主地位，这个没有疑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当然，中国的制造业也就是支撑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存在啊，这是结论性的。但是中国的制造业现在面临的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大的困局，在这个几个大的困局的时候，它底下很多东西就开始发生变化。那么有些厂子开始搬走，有些产业链开始断掉，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发生。这件事情发生，持续发生下去，大家知道中国建立的这个中国制造的地位花了多长时间？花了30年的时间啊，30年的时间，中国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地位。但是你要让它毁掉它呢，那真的不用30年的时间，那会短得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看，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是中国经济之本啊。就其实中国很多的经济学家是在讲啊，中国要发展高科技啊，中国发展这个发展那个。对，中国要发展高科技，但是中国如果放弃了制造业，中国基本上完蛋。但是中国的制造业现在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它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倒闭，特别是习近平的那个国有化的这个方向，对中国的制造业来说，灾难性，这是个灾难性的方向。这个灾难性的方向，你要知道，国有企业它是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也没有动力去创新发展。所以钱都在他握在他手里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窒息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花了一点蛮长的时间来把把我们对中国制造进行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吧啊。那么地缘政治的因素啊，成本的上升，然后产业链的迁移啊等等啊，正在把中国制造呢不断的左边压右边挤啊，让它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生存的危机啊。所以我们在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重点要观察什么？制造业。制造业如果它开始出问题的话，经济就会出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那么今天的时间都被我占掉，那么互动我们也留一点时间吧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魏唐，谢谢 Hobby N， 谢谢王老师，晚上还给我们做节目，请您喝爱尔兰咖啡。说个题外话，昨天和一个发小聊天，他6岁女儿在上舞蹈班，被老师告知要交几千人民币才有机会上央视表演。这还是在上海，虽然没有在大陆完成所谓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但至少我们小的时候没有Quick Pro Quo， 好想问问那些做老师的初衷是什么 ？OK，HJ1985，谢谢，在家工作赶来直播，王舍来杯咖啡 ，OK。提问：碳排放的统计有人来监督吗？还是各国自己说了算？好问题啊，碳排放是有监测方式的啊，是不是自己来说了算呢？应该不是吧？应该有一种有一种方式来监测吧？啊，我不知道具体的方案是什么，
应该会有一个方案啊，不会自己说了算。如果自己说了算的话，那还有什么？那还有什么影响？还有什么价值呢？都在作假，那有什么价值呢？那没有价值了啊！关键中共总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实在是胡扯。如果利益是钱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就是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韩国、台湾、欧洲等地一些人希望在中美之间两不得罪，闷声赚钱，实际上是鸵鸟式的自欺欺人。自由民主前提下，国与国之间的争执总会和平解决，因为双方最终认同同样的生活方式，而专制与民主的对峙最终一定是你死我活，因为相互无法容忍对方的意识形态，即使达成某种平衡也是暂时的。OK， 感想：中共向来对社会发展进步没有兴趣，一心关心的自己政权的安全。同样的，这样的政体怎么可能对碳中和这种需求长期投入的环保议题能够保持承诺？无非就是领导人好大喜功，开空头支票，各种利益团体骗预算，股市炒作概念，行政机构祸害企业，最后和芯片一样，又是一地鸡毛。这就是中国的一种死循环。那这件事情我没谈过，我没谈过中国的这个减排目标的问题啊。我现在我也谈一下我的感想啊。第一个，气候变化虽然我不理解拜登总统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国策啊，他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我不理解，但是我仍然认同啊，就是说全球每一个国家对地球的气候变化、环境保护都负有责任，这一点是没有改变过的啊，这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责任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这第一个，我支持所有的环保的政策和环保的目标和环保的理念啊。环境保护很重要，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在自己吃饭的地方拉屎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不管它背后是什么意图啊，只要这个政策符合人类的利益，符合中国人的利益，我就支持。你比如说像中共啊，比如说像这个习近平承诺我们要减低排放，这个政策我是支持的啊，我是支持的。我不管是谁，我认为这个政策对中国有利，对中国人民有利，对这个地球是有利的，我是认可这件事情的啊。那么至于这件事情背后有什么意图，我不管，我只管政策本身。当然，这个政策中共做起正事儿来，那就是千疮百孔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也可以说啊。所以，我们对事情，我们总是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就是标签化啊，标签化。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啊，这不能反映一件事情的真实的存在啊。观点。王老师说的对，我曾经听过几个台湾企业家说过，2000年时中国同业竞争让他们企业经营很困难，因为中国劳工成本低。但到了2010年左右，他们的业绩开始上来，因为中国的对手开始做房地产，不愿意在实业上加大投入。这几年因为工业技术继续进步，中国的同业想再重新回到实业上来，技术上已经追不上了啊。观点，我是外企制造业出来的，亲眼目睹制造业过去10几年在中国的变迁。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在当前的环境下不可能实现。外企当年把小部分技术拿来大陆本地化，当时开始全民炒房，一个中型厂1年利润不如买一栋房，还要应付环保、工商、税务，这样的情景下，正常人都不愿意把大批生产获得的利润再投入研发，不投入研发也就没有技术，最后只能低价竞争，做不下去，卖厂吃利息。观点，思想的压制、言论的不自由和学术活动的管控，限制注定了中国制造业的未来，那就是没有未来。靠抄袭
窃取起家的，注定生于不义，终于无耻。观点：制造业研发需要人才储备，技术储备都没有。现在是个年轻人，宁愿去互联网企业996，也不愿意去做企业研发、制造业研发，因为制造业没有钱，这点工资不要说买房、租房，连生活都勉强。技术储备就更不用说，所有的外企考虑到政治风险，都宁可把核心技术放在日本、韩国分公司，也不拿到大陆。在大陆只有工业化，而不是真正的研发。非常对，非常对。而且很多教训啊，在这些很多外企有很多教训啊，就是有个技术员把他的所有的图纸全部备份一个就跑掉了，跑掉了以后就卖到另外一个厂子去啊，这种事情就太多了，所以不愿意把这种技术放到这边来啊。提问：英国议会的认定随之而来会有什么样的惩罚举措？比如说抵制冬奥会，我不知道，要看他们怎么做了啊。但是毫无疑问，一个议会做一个这样的认定，那你说会有什么后果？最重要的后果是什么？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影响英国人的看法，英国人就知道这件事情是这样啊。那么至于后面的动作，慢慢看呗啊。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说任何事情都是我们把火架起来，水就一定烧开啊，那不一定嘛啊，它是一个过程啊。提问：现在美国和所有主要西方国家都号召减排，并做出承诺，这样的要求对于印度这样正在处于高速发展期的发展中国家，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另外，世界上碳排放最高的除了中美之外，就是印度跟俄罗斯。如果他们不愿意加入减排，那么其他花那么大成本去实现减排目标的国家，能有效施加压力吗？中国虽然做出承诺，但未来如果无法实现，其他国家又有办法给出相应的制裁或者惩罚吗？我不知道，我还不知道，这个有点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全世界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啊。如果大家都不讨论啊，当然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情啊，需要具备很多很多的条件，任何一个条件不完成啊，那这件事情都会崩溃但并不是说有困难就实现不了啊，或者是有难度就不去做，因为你不去做，这个事情只能恶化。你只有这一步一步去实现，你最终才有可能把这个事情改变这个结果。所以，我是不大赞成那种，哎呀，这个反正他们都是会骗人的，所以这件事情就不做了，不做也不行，还是要做。我认为还是要做。观点：女孩子不愿意做艰苦行业的工作，农民工投入工厂，从早流汗到晚，非常辛苦。没有年轻女人，就面临找不到老婆。年轻人都想做生意，很多人被骗进入传销。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侮辱人的词汇。权贵阶层告诉农民工：“你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我才是你们的主子，天下是我们的，我们才是接班人。” OK。观点：老拿低端制造业容易替代说事儿就没劲了，且这些制造业背后涉及到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建设和大批产业工人培训，高速公路、机场、仓储、物流这些事情不是单一企业能够承担的。一件衣服、一双鞋，谁都能做，一旦提升到一定规模，形成产业互补，根本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经常很多人讲说这个低端产业我们不要，我们只要高端的这都没有常识。制造业没有低端高端，你有本事挣到钱就是高端，赔了钱都是低端所以你说我用1个亿的设备来生产最尖端的东西，结果你赔得一塌糊涂，你就是低端，不管你技术水平有多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别以为别人就是几个小姑娘坐在那儿，就这是低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里面挣的钱就比你的高端制造业还要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很多很多错误的观点，日本已经逐渐淘汰消费品生产，例如电子产品和白家电都打包出售给中韩，但目前日本几乎垄断了高端电子元器件的产业链。iPhone 为例，索尼的镜头、TDK 太阳诱电、春田的电容电阻都是全球垄断性独家供应商。台湾在这方面也不错，例如台湾国巨，中国厂商还挣扎在低端的组件和低价值塑料模糊领域，偶尔能买到一些外资淘汰的产能。中国厂商要向高端产业链转移任重道远。情绪，我曾经也是一个怀着振兴制造业的梦想，从工科毕业，踏上外企研发部门的岗位，跑车间做实验、做设计的钱，竟然连自己首付买房都做不到。我在大学曾经选修日本近代史，听到那些明治维新时日本知识分子宁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西方技术的历史，感动到流泪。但直到我自己开始工作挣钱，面对养家糊口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昔日的感动和志向简直是个笑话。我只能转行去薪资更高、更轻松的管理岗位，远离制造业，多赚钱，早日肉身翻墙，好吧？情况上一期说到文科理科的重要性，我有一个美国的例子。我一个朋友的女儿是一个艺术家，高中时就常到渔人码头画 T 恤卖，后来我建议他就进入南加州有名的文科大学 Art Center， 毕业后又进入 MIT 有名的 Multimedia Laboratory 研究院。我问为什么文科生能进工科研究院，他说工科设计需要文科生的设计灵感。2年前 Master Degree 毕业，每年工资开始就将近14-15万了。OK， 不错啊，文科生还是能挣钱吧。情况，特斯拉 M Model 3在中国的投诉率2020年全年仅为7%，而国产比亚迪为36%，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制造。观点：中国制造美创汇，结果全流回美国，换成美债，相应的产生更多人民币。这是不是就等于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在为美国打工？不是，为自己打工。你如果有债券，债券是权利，这个不能这么说，这个说，不合理啊。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有很明显的感觉，比如中国国内物价比西方要高很多，而品质却比西方产品还差，是不是可以说外汇管制其实就是把制造业创造的价值统一收割卖给西方，以此换取中国强大的现象？其实更多的财富本应该属于更多的民企。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的物价高吗？知道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维持社会运营的成本高，就是说，就简单的说，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你比如说电费中国就电费高，电费是谁控制在谁手里？国企手里。国企它效率不高，它没有竞争，它市场垄断，所以它电费可以定得高，所以电费就贵中国的电费就贵，这第一个。中国的交通费贵，交通费为什么贵？交通又控制在政府手里政府修很多的高速公路，政府修高速公路的时候，它中间贪污造成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高，建设成本高，它摊分的时候，它折旧就高，折旧高的话呢，高速费收费就高，所以交通费就贵，所以中国整个社会成本贵，其实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令整个的，虽然中国制造业很便宜，其实中国的出厂的东西非常便宜，
但是最终到你的桌子上面来，中间要经过一层什么东西啊？社会维持成本，就是跑到你从工厂的大门出来，中间各个环节加来加去，加来加去，最后到你的手里就贵了，这是一个原因，这是社会成本，社会效率低，社会效率低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商业不发达，上海经常有网友质疑我这个问题啊，我们建这么多的商场，我们怎么还说我们商业不发达？你看我们的快递多厉害啊！商业要发达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卖方，还有一个买方啊，你要有买方，商业才会发达，不是卖方。商业发达不发达取决于什么？商业发不发达不取决于卖方，取决于买方，理解吗？就是买方他有支付能力，然后他能够大量的买，而且买的很好的时候，商业才能发达起来。中国商业为什么不发达？买方不够强，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就是商业不发达会导致什么？流通性的量不够，你量不够的时候，你价格自然就会贵。我举一个例子 ，Costco 的那些所谓的名牌。中国人认定的那些大名牌，在 Costco 干什么？堆在那里卖，哪有什么挂在那，全堆在那里卖，就像大减价卖一样，那些大名牌全在那卖。为什么 Costco 可以这样卖？为什么 Costco 可以卖的这么便宜？这便宜很多，为什么？量大，只要你量一大，你不断的有人在买的时候，它就会便宜，就这个原因。好，最后两个，美国现在经济已经过热了，除了弱势群体，普通美国人倒是钱多的要紧，消费和上游 PPI 狂涨，建筑业找不到合约工接活，联储局估计到第四季度 CPI 就忽悠不下去，预计加息不用等到2023。我相信也是，我同意。我估计。当然，美国的通胀看什么哈？看工资，工资涨了，通胀就会涨；工资要是不涨，通胀涨不上去。观点：拜登把气候作为国策是有民意支持的，一是因为美国的夏天气温越来越高，很多地方超过40度，对于热爱生活的美国人来说，越来越难以承受，特别是高温对儿童皮肤有灼伤。二是中共病毒造成数十万美国人上升，让美国人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三是因为北极冰川不断融化，动物栖息不断的被压缩，动物保护组织对美国民众及生态知识越来越频繁，这种让美国人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刻不容缓。OK， 情绪，中国人喜欢把所有的事情搞得情绪化和宏大叙事，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落地总是捉襟见肘，收效甚微。中国制造业也不过如此。情况，我们行业所有来自中国的材料现在都必须有 alternative resources 啊，就是叫什么备用的资源日本、德国、印度，而且平时给一定比例的订单，担心一单有问题就能马上接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情况。好，明谢 Renee Mac， 谢谢南非燕，谢谢 Patrick 王，谢谢。好，我们今天的长专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